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饰演美人身负重伤，把赵丽颖和杨紫放一起看，差别出来了。罗生这个名字仿佛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，让人不禁想要探寻其背后的故事。罗生是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名字，它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生命、命运和追求的传奇故事。这个名字充满了力量和勇气，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不断奋斗、不断前行的身影。无论是作为个人品牌还是产品名称，罗生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更是一个梦想的象征。让我们期待罗生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，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个传奇故事的发展。电视剧《与凤凰》一播出，就让整个国剧市场热闹了起来。就是说，这部剧虽然火了，但大家对它的评价却不一样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，评论区的意见分得很开。有人特别喜欢女 A 男 O 的设定，觉得挺有新意。但其实这种设定在很多小网剧里都已经被用烂了，没什么新鲜感了。此外，演员的表现也是让人失望的一环。林更新现在36岁了，看起来颜值和身材都不如以前了，有些油腻和虚胖，这样的神君形象真的让人难以接受啊。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拍点有深度的剧吧，仙侠剧还是更适合年轻人演，别再让观众辣眼睛了。本以为赵丽颖能靠着她作为85后女星的知名度，把之前口碑不好的情况给挽救回来，但没想到她竟然也成了口碑下滑的关键因素之一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她的演技真的让人不忍直视，简直是太糟糕了，看得人尴尬症都犯了，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从她在重伤戏中的表现，就能明显看出她和其他实力派女演员的差距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01赵丽颖在最近的剧情里，赵丽颖扮演的沈黎可是大放异彩，她一个人就敢跟魑魅这种大反派单挑，而且还玩了个高难度的动作，直接钻进了对方的肚子里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沈黎不仅毫发无损的出来了，还成功打败了魑魅，这可真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操作啊！他不是凤凰，反而更像是孙悟空吧？看着这幅画面，真是让人觉得有点搞笑呢。这种情况，沈黎竟然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简直不可思议，怎么看都觉得太假了。他的脸上只是轻轻划了一小道伤口，这点小伤对他的美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。再看他的衣服，也只是袖口处故意弄破了一点，稍微带了点血迹，给人一种破碎的感觉。整体来看，她依然美丽动人。我的坦白说，这战损妆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么不走心的，看起来就像是随便画画，一点都不真实。最让人觉得惊讶的是，沈黎看起来并不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，她的表情十分轻松自然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起来比男主角还要精神饱满。真的很难想象她刚刚还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观众们正看得津津有味，突然间镜头切换，展现了沈黎躺在床上的情景。这一幕让观众们感到有些出乎意料，原来她的腿竟然折了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但你脖子上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前面的情况看起来，沈黎的脖子似乎没有伤口，那应该就是扭到了。而那个围在脖子上的松软的纱布，估计只是用来做个样子，可能并不能真正的固定住她的脖子。导演这么做，简直就是在玩弄观众的智商啊！赵丽颖的表演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看她在戏里的状态，简直就像一条充满活力的龙，跳跃着，舞动着，完全没有那种大战之后的疲惫感。她的表现真的很棒，充满了力量和活力，
让人忍不住想一直看下去。说实话，他演的那场哭戏我看着都尴尬。男主醒止后，他就在那儿假装哭，眼睛都没红，就随便挤了2滴眼泪出来。然后他的粉丝就开始各种吹捧，真的不嫌害臊吗？我觉得吧，演戏还是得有真情实感，像这样的假哭戏，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古装剧里美人受伤的情节简直多得数不清，但不同演员演出来的效果差别真大。有的人演的就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，而有的人却能让人心里一阵阵的揪着疼。看来演技这东西真不是盖的。02刘诗诗。一念关山里，刘诗诗也有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重伤戏。这场戏里，她的角色受了重伤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她扮演的任如意，好不容易才赢得了同伴的信任，却突然被误会笼罩，让她百口莫辩。任如意被围攻的无法脱身，最后身受重伤的逃离了现场。她脸色惨白，无力地靠在杨莹的肩膀上，这一幕真是让人看了心疼。其实啊，刘诗诗在这场戏里也挺拼的，她脸上那血迹看起来就像是特意画的咬唇妆，那2滴血珠跟红痣似的，反而让她显得更明艳动人了。好在刘诗诗的演技足够给力，成功的把这种奇怪的感觉给压下去了。特别是当她看到男主的时候，她把任如意内心的苦闷和无法倾诉的情绪展现得深入人心。她真的把这个角色演活了，让人感同身受。这双泪眼婆娑的眼睛里，却透着一股子不屈不挠的倔强。看着他们，谁又能不为之动容，心生怜悯呢？最后，她的眼神真是绝了，你能明显感觉到，在男主的暖心举动下，女主的心就像是被温暖的阳光融化，变得越来越柔软。那眼神里充满了对男主的感激和温暖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他而明亮起来。这场戏对刘诗诗来说，就是打破外界对她演技质疑的最有力证明。她通过精湛的演技，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，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实力和潜力。这不仅是她演技的一次大爆发，更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。毫无疑问，这场戏将成为刘诗诗演艺道路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。03杨紫。如果要找一个让85后女演员感到有压力的年轻演员，杨紫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她的演技和人气都非常出色，足以让其他演员感到不安。如果只从外表上看，她的颜值可能不如赵丽颖和刘诗诗那么出众。如果要说演技的话，杨紫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，她的表演实力完全可以碾压其他演员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从《长相思》中的梅林虐杀这场戏来说，杨紫的演技真的是超越了那些所谓的流量演员，她完全把角色演活了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情感，这种实力和投入真的让人刮目相看。她演的小妖起初完全搞不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整个人累得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可她的内心却倔强得很，对着周围人大声喊道：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。这就是小妖，一个坚韧不屈的女孩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对方竟然是因为她的生父赤诚的所作所为而来寻仇的。我的双手被紧紧地绑住，完全动弹不得。那些花瓣看起来如此美丽，却像刀刃一样锋利，深深地刺入我的身体。我感觉到了剧烈的疼痛，鲜血从我的伤口中流出，染红了我身下的那片白雪。不过小妖还是坚决的不肯承认，她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昊灵王的女儿，跟赤诚没有任何关系。即使小妖身上沾满了鲜血，痛苦不堪，她也从未放弃自己内心深处坚守的信仰。最后的一幕，小妖气息微弱，离世时眼睛都没能闭上。虽然她没说过一句台词，甚至眼皮都没合上，
但杨紫的演技实在太震撼人心了，观众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，不知不觉中泪水已经流满了脸颊。真没想到，年轻的小花们竟然能把死亡这个词演绎得如此生动逼真。小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看上去像是她的灵魂正在渐渐远离这个身体，只剩下一具毫无生气的躯壳。无论我们怎么呼唤，她都无法醒来，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。这场戏虽然特效不突出，男演员的表现也算不上惊艳，但杨紫真的把小说的名场面演活了。她一个人就把整个场面撑起来了，真是让人佩服她的演技。看来她的实力可不是盖的，真的很炸裂。现在的仙侠剧啊，不是因为没有好演技，而是那些流量演员们真的很难像杨紫那样演得那么好。要是他们也能有杨紫那样的演技，仙侠剧也不会越来越差劲了。04结语。说到演美人身负重伤这场戏，赵丽颖、刘诗诗和杨紫3位女演员的表现可真是各有千秋。赵丽颖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她真的快撑不住了，那种痛苦和挣扎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刘诗诗则更注重细节，从她的眼神到动作，都透露出角色的坚韧和毅力。而杨紫呢，她则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她在硬撑，但即便如此，你也能感受到她的坚持和勇敢。总的来说，3位女演员都演得不错，只是风格各异，各有千秋罢了。刘诗诗受的伤，深深地触及了她的内心。这个角色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一幅破碎却美丽的画，让人情不自禁地为她感到心疼。她的每一个细微的举止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，仿佛让人看到了她内心的脆弱和痛苦。看着她，你无法不被她的情感所感染，为她感到难过和不舍。这种情感共鸣让人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个角色，也更加珍惜她所带来的感动和体验。